你要把它拿走吗？张局让我来接你，说有个案子要你去。昨天晚上丰美路派出所接警了一起抢劫案，现场有4个目击证人，3个画画的，一个小超市老板。让那3个画画的一人画张画像，没张能抓着人的，所以他们。 这次又麻烦分局了。哦，没事，感谢啊。吵什么呢？你很配得上画家这2个字没有3个人画了3张不同的脸，吵了1夜了，非说自己画的最像。你认识？都是办过展、叫得上名的画家。画像呢？哦，对。你看看，这完全都不一样。这张最过分，这让我们上哪找人呢？这是附近小区监控拍到的视频，非常模糊，大概能看清这个男人戴眼镜。错了，这个男的根本不戴眼镜。这不是镜片的反光吗？这个反光不是镜片造成的，是人的瞳孔在暗处会本能的张大，造成红眼的现象。再加上设备老旧，噪点太多，所以你们觉得这是镜片的反光。况且，如果说这个人真的戴了眼镜，那他脱衣服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扶眼镜的动作？小张，你调一下，回放一下，我再看一眼。你对监控很了解啊？对着监控画像，这不是我的基本功吗？对了，第4个目击者呢？哦，问过了，形容不说啥，半天就憋出一个相貌平平，没什么用啊。谁说没什么用啊？相貌平平，说明这个人的五官比例分布很均匀，是非常重要的画像气息。麻烦您再帮我倒回去，谢谢。好，停。你们3个回去吧，人抓到了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又有几句话。谁的也没用，用的是这张。这线条极其的简单，干净顺畅，没有丝毫的荣笔。这让我想起一个人，沈毅。郑队，新到的茶咖，小茉莉味的，要不要一起喝一杯啊？郑队，我觉得啊，这沈毅肯定有问题。你也感觉到了？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太神了吧，什么都能画得出来，这不科学。我不是说这个，你想想，一个画家年纪轻轻的，事业有成，突然之间到警校当美术老师，现在又跑来当画像师。对呀，为什么呀？哎，盛队，你这第一次跟沈毅出去单独办案，感觉咋样？啊？把咖啡喝了，精力充沛了是吧？报告填了。
喂？什么？现场一定要封锁好。手机都收起来吧，别拍了。什么情况？宣操场后见，挖出一具白骨。控制那帮学生，让他们别拍照了。别看了啊！好，别看了，给我回去吧。别看了啊！来挺快啊，骑车比我开车还快啊。路上堵车，开车也慢。哎，让让。现场什么情况？排骨是施工工人挖地基的时候发现的，从包工头到学校绕了好几个圈才报的案，没有采取任何的现场保护措施。想要找线索，需要花一些时间。小峰，去联系校长，疏散学生，把一切照片都删了，任何消息不能外流。好。女性骸骨死了得有10年了，左侧第5根肋骨下方有陈旧划痕，应该是狭长刀具所伤。内脏都已经腐化消失了，从位置上看，这一刀刺在心脏，是致命伤。可以判定是非正常死亡。从指骨联合发育的情况上看，死者不超过20岁，但从臼齿的磨损程度上看，年纪应该是在40岁以上。虽然同为女性，但应该是分属为2个人，一个是青春期少女，一个是中年女性。骨头是不会骗人的。所以，这副骨架是2个人拼接起来的。这具骨骼分属2个不同的死者。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确认死者身份。做个 DNA 比对应该也不难吧？那要是死者 DNA 没在储蓄库里，不还是白忙一场吗？像这样的陈年积案啊，咱们见过可不少。骨架这块儿已经出动了所有的人力来查找失踪人口，但不知道什么能找到。我认为应该先从头骨查起。如果有人光凭头骨就能复原人脸的话，那我们应该能找得更快一点吧？沈毅，你能不能？能。你想清楚再回答。你问我，不就是希望我说可以吗？希望不要等我们案子破了，你再画出来。散会。哎呀，小沈啊，你呀，还是太年轻。随便一说啊。请进。
画的怎么样了？我尝试用头骨去倒推尸体9象图，现在刚到肉身腐烂的阶段。你看看这个。哎，太好了，你把颅骨带来了。你摸摸这儿，这里。编号被磨掉了。进展怎么样？很快了。看起来不像很快啊。不，就是很快。人家说快，你也说快，能画出来吗？不用画了，身份已经确认了。你看这儿，有一道被磨损的痕迹，有人用砂纸从颅骨的表面磨到了编号。什么意思？美院教学使用的头骨有一些是捐赠的真人头骨，这些头骨都有捐赠编码，使用也是很特殊的油墨。如果想要彻底去除，就得强行磨掉。所以这是一个教学版的真人头骨，来源不难追查。真的？我们医学院教学的时候用的人骨也是这样的。我们可以先查一下学校的美术教室。警察。是。额骨稍圆，眉骨平滑，典型的女性特征。智齿未萌出，可能是青春期少女。根据颅骨的长度和颅围推测，身高在1.69米到1.72米之间。头骨的表面比较平滑，体型偏瘦。这个颅骨没有编号，肯定不是正常的教具。你们干什么呀？就是啊，拿我们教具干嘛？这不是真的教具，是人的头骨。我们知道呀，我们经常画这个。啊，麻烦你们让一让，我们还要画画呢。好了，大家先下课吧。我是西中的美术老师曲兰心，情况教务处已经告诉我了，我来配合你们查证。这个头骨的情况你了解吗？这是医学院捐赠给我们的特殊教具，10年来学生们都对着它练习写生，准备艺考。那你们没有注意到，这个头骨没有捐赠编号吗？我是4年前调过来的，之前的情况不太了解。之前看到躯干上有编码，我以为这个头骨跟它是一套的。这个颅骨我们需要带回去，调查死者的真正身份。只凭头骨，真的可以画出生前的样子吗？肖像，在古代叫写真。我要做的，就是帮他最后一次告诉世界，他是谁。画出来的样子，我想看看。现在已经化验确定头骨、尸骨属于同一个人。接下来只要扫描头骨数据，把颅骨宽度、长度、颧骨高度输入到电脑里 ，AI 就能模拟出生前的人像。审议能比电脑快？你到底是谁？陈队，好了。这什么呀？AI 复原的人像，还原度已经很高了。关了吧，怪吓人的。
程队，这是本市近10年失踪人口的照片，25岁以下的我全摘出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沈一啊，肯定画不出来，就凭头骨，倒不如让嫌疑人自首。那可不一定。把这些人脸照片都记下来，身份信息也都要背下来。破案最后还得靠我们自己。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给沈烨拿一份去。给他干嘛？公平起见，别到时候输了说我欺负他。好的，程队。胳膊肘向外拐。请进。怎么样啦，沈老师？我在标记鼓点。哦，这个是程队那边排查出来的10年内25岁以下失踪女性的照片。谢谢，但我现在不能看这些照片。为什么？看到真人照片不是容易更有感觉吗？如果没有这个颅骨，只是凭空想象，我也没有把握。但是现在有了这个颅骨，我就可以通过软组织厚度测量法，来确定肌肉的走势和薄厚。我不看这些照片，是怕被干扰。我现在脑子里已经有它样子了。沈老师，你太厉害了！那你先忙，我就先撤了，加油！谢谢。嗯。画出来了吗？任小璇。任小璇，1996年7月9日出生在本市，10年前失踪，失踪的时候15岁。2010年的9月份转入北江七中上高一，2011年的6月转学离开。报案的时间是在2011年的6月24号晚上，报案人是他的母亲梁俊秋。法医鉴定结果，任小璇遇害的时间很有可能就是在2011年的6月份，所以他很有可能在失踪的时候就已经被杀害了。是的。另外呢，当时派出所走访得知，任小璇6岁时父母离异，他一直跟着母亲生活。据说他从小就性格孤僻，没什么朋友，同学和老师都觉得他很敏感，不太好相处。哎呀，
这案子复杂了。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敏感，又是单亲家庭，更容易形成孤独型人格，缺少密切关系人，很难得到更多的有效线索。再加上这么多年过去，那有些人可能不在本市了，都有可能都不在国内了，这调查范围太大了。你干什么去？我去学校找他打听打听。无组织无纪律。哎，人家小沈那是学艺术出身的，能力强，有点个性，很正常。破案不是靠个性，他真有本事，就带点有用的线索回来。想不到你这么快就画出来了。任小璇，你认识？认识。我记得你说你刚调来不久啊。我也是七中毕业的，那个时候我和他都是美术兴趣小组的。他转学过来那一年，我高3。我上次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些木板，挺有意思的。这些都是废弃课桌的桌板。美术组的同学啊，就喜欢在上面刻字，一届又一届。我到学校上班之后，觉得这些字啊、画呀，挺有趣的。扔了可惜，就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做成了文化墙。这一条走廊，可承载着我们学校10几年的过去呢。你的课桌板呢？哪一张是啊？我可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，桌板干干净净的，放不上来。对了，你眼中的任小璇是什么样的人？就瘦瘦的，不爱说话。任小璇家就住这儿，他妈妈5年前再婚了，又生了一个孩子。谁呀？你们？我们是北疆分局刑警队的，请问你是任小璇的母亲吗？你们是在哪儿找到他的？在北疆七中操场底下。10年了，原来离家这么近。任小贤上学期间频繁转学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孩子自小就敏感，不好相处，到哪个学校都待不太久。他失踪之前有什么异常吗？记不清了，他总是自己待着，我也不知道他成天想些什么。自从我跟他爸离婚之后，他很少跟我说话，我知道他恨我。他当时上学的东西还保留着吗？把这些都带回局里去。好。昨天去了任小璇家，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现在有几个疑点。通过任小璇母亲的表述，
任小贤性格孤僻，那凶手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？第二，为什么要更换头骨？这2点。还有，嫌疑人选择在操场埋尸，他和学校的关系是什么？对。尸体白骨化至少要1-2年，他又是什么时候换的头骨？对。你还有问题吗？我问完了。所以我们目前关注的重点，第一，我们要走访任小贤以前的同学，尽可能的找到有线索的关系人；第二，尽快确认头骨的更换时间，以此来缩小嫌疑人的范围。春楠，这人什么意思呀？会还没开完呢，得好好管一管。你懂什么？艺术家都这样。行了，散会。还没有告诉你我家的具体地址，你怎么找到的？兰花。兰花。啊，请进。谢谢。我们第一次在美术教室见面的时候，墙上挂了一幅画，画的就是这条街道。最醒目的就是这个开满兰花的阳台。那幅画是你画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左手小指的外侧有茧，那满墙的画里，只有那一幅画的笔触是从左上到右下的，只有左撇子才这么画画。观察倒是挺细致。你是一个人住啊？还有他。你随便坐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谢谢。这幅线画挺有意思的。有风的时候，风一吹，他的头发就会微微飘动，就像他活了一样。普通人听到这个都会害怕的。画家就是造奇境的嘛，为什么要害怕？怎么没画完呢？还没有想好他的脸应该怎么画。坐吧。找我什么事？是这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学校美术组的学生都临摹过那个捐赠的头骨吗？当然临摹过，只不过没有想到临摹的是他的头骨。那些临摹头骨的画儿还在吗？现在应该都还在学校里。你现在方不方便带我去一趟学校？走。我们学校的美术成绩一直很好，这几年考上8大美院的就有200多个。你是想用素描画来确定头骨更换的时间？能考上8大美院的学生，对头骨细节特征一定画得特别准确。我唯一担心的是，这些画没能保存下来。美术室的习惯是留一些学生的临摹作业当做纪念。找到了，应该是这项。这是这几年的学生的临摹作业。
看这个笔触，应该是你画的吧？那时候上课手痒，趁学生们画的时候，我也描了一张。那你现在看出来头骨是从什么时候被替换的了吗？就这一排。眼眶变大，额骨变高，下骨更加纤细。时间是2017年10月前后。看来你画的这张，也不是捐献的标本。任小璇的头骨已经被替换了。你画这么多头骨是要干嘛呀？这些都是任小贤头骨的临摹作品。所以呢？从这些画作的时间能推断出，任小璇的头骨是2017年10月前后被替换的。任小璇失踪是在2011年，时隔6年又回来更换头骨，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学校里的人？我问过曲老师，能够在美术史自由出入的人，只有美术老师和美术生，也就是说，能更换头骨的人，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的这些人。程队，任小璇的妈妈来了。那天你们走了之后，我又翻了好多地方。你们看这个，这孩子包了一个书皮，我一直以为是课本，没想到是日记。这个日记里面记录了好多孩子在学校被欺负的事情。他身边好像一直有一个男孩。这些都是废弃课桌的桌板。美术组的同学啊，就喜欢在上面刻字。这本日记一共224篇，上高中以后是89篇，大概6万字。这份日记是一个突破口，里面涉及很多重要关系人和关键信息，比如他曾长期遭受霸凌。哎呀，看这段描述，他好像还被人猥亵过，是吧？这么看来，任小璇的死，最有可能和霸凌猥亵他的人有关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侦查方向。另外，这日记里似乎还描述了一个他喜欢的男孩，也是一个关键线索。哎，你听这个啊，如果能当他的一根眉毛，好像也不错。你这写的根本就不通顺，感觉这孩子太拧巴了。阿言，少女的心事啊，像我们这种年轻人都理解不了，你们这代人呢，就更别提理解了。是，我岁数大了啊。去找点值班的女警，让他们帮咱们研究研究。刚才呢，我快速浏览了一遍日记，发现了几个关键词。何荣月怎么样？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。他说他不会写日日记，记在只会写尸检2011报告。年6月23号就停止更新了，也就是说，任小璇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就已经遇害了。哎，你这些我们都知道，你说点不知道的。说你刚才说那关键词儿。我多想代替阳光和雨水吻上你英俊的鼻峰。关键词：英俊。大家再看4月21号，关键词：阳光般的笑容。5月3号，阴丽的眉毛。5月22号，高挑的鼻梁。2天后，他又写了“我多么想成为他手中的画笔”。从这些描述中能看出来，任小璇因为遭受过霸凌和猥亵，极度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他对这个男孩有种特殊的情感。感觉他写的这个男孩好像不太真实啊。这些描述都太抽象了，很难凭这个找到人。把所有的面部信息一汇总，是不是就可以画像？哦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任小璇课桌板上画的少年，
应该就是他日记本里经常提起的那个人。阳光般的笑容，英丽的眉毛，高挺的鼻梁，日记本里都写了。我把关键词都圈出来了，你可以画像了。你还漏了一些，像这句：“清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他会用修长的手指去拨。”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不是光头，也不是寸头，而且头发还不短。你去哪儿？找地方画像，你随意。恨，怎么可以对我做出那样的事儿？侮辱，羞耻，也不敢反抗，只能发抖。长长的小拇指甲。他曾经试图猥亵小璇，小璇却什么都没有说，也不敢反抗。猥亵小璇的人难道是老师？我是2年前调入学校从事管理工作的，对以前的情况一无所知啊。这个箱子是以前学校教职员工的资料，你先看看。9月的阳光正好，打在她分明的眉毛上，浓密的睫毛上，像童话秘境里草荫上斑驳的树荫。我想代替阳光和雨水，粉上你的鼻峰。你打完球，不管不顾地跑到水龙头下洗脸，充湿每一寸发丝。画完了吗？快了。先跟我去找个人吧。谁啊？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接着踢。赵子鹏，原来是这个学校的美术老师。2011年6月的时候，也就是任小璇转学失踪的那个月，他也被学校开除了，理由是猥亵女学生。他现在改名叫赵听涛，经营着画廊。打好了啊。少说话，多观察，别添乱。你好，请问你们赵总在吗？赵总在楼上会见客人，两位如果和赵总有约的话，需要稍等一下。啊，那个，那我们能先转转吗？可以啊，这边请。谢谢。
这红点什么意思？这个红点代表的是交易次数，一般像摄影作品、版画这些可被复制的，每交易一次会标注一个红点。可是像油画这种独一无二的，一般被买下来就会直接从墙上撤走，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标记。有问题。油画放置时间长了，表层光油会被氧化，表面会看起来发黄发暗。从表层光油的效果来看，这些大多都是2、3年内画的作品，可它标注的绘制年份却是从97年跨越到了06年，也就是说，这画上的时间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作画时间。从画框和墙面的磨损痕迹上看，这些画应该从挂上去就没再移动过。可墙上的标注却显示它们被交易过多次。最关键是从绘画技巧上看，这个画廊的每一个作品，无非就是2个人的手笔，可他标注的创作者却各不相同。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交易的到底是什么，但肯定不是画作本身。你好，请喝水。让你们赵总立刻下来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赵总在见一个很重要的客人，不方便。你去跟他说，楼下的客人更重要。北疆分局刑侦大队。警察同志，你们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是不是之前在北疆七中做老师？对呀，他是你的学生。哦。可我教过那么多学生，我哪能记住每张脸呢？记不住是吧？啊。行，那换个地方帮你想。警察同志们，我也是懂法之人，你们不能因为我记性不好就把我逮这儿来了。跟记性没关系。我承认，我卖过假画。你觉得你是因为卖假画的事，所以我们叫你来的？那还能有啥事儿啊？你卖的真的是画吗？你卖的不是画，是人。那些画上的时间不是绘画的时间，而是女孩的出生年份。那幅亚维农少女是毕加索的仿画，毕加索本想给她取名为《罪恶的报酬》。他周围的画作都是写实派，代表的是成年女性。而这幅看不清人脸的立体派，年份显示的是2006，说明女孩的年龄只有15岁。你再把15岁的少女当成商品来交易，以经营画廊为虚，组织卖淫为实。警察同志们，我说你们真有想象力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品经销商。严肃点！是不是真的有？我们跟着你的客户名单查一下就知道。组织卖淫的事我认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，我争取立功。先不说别的，任小璇，我没杀他。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任小璇当年虽然转学了，但是他失踪的消息很快在我们老师之间就传开了。
这几天又听说期中操场挖出尸骨，你们又问起他，那一定就是任小璇了。把你当年猥亵任小璇的事交代一下吧。猥亵啊？任小璇的日记本里都写了整个事情的经过。小璇啊，这么用功的啊？啊，你这暗面画的不对，让我来教你。按照我的力量来。你的手抖得这么厉害干嘛？放松，对。不是警察同志，这全都是误会啊！那根本就算不上猥亵。再说，我也没得手啊。来的那个学生长什么样？我真记不清楚。再好好想想。我真记不得了，警察同志。我当时也喝了酒，我就那么晃了一眼。再说我也不敢盯着他看啊，我还怕他看见我呢。不是，警察同志们，一定要相信我。我也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他，他能证明我那天什么也没干。和这个人长得像吗？我真的记不太清了，我只记得他好像是很瘦，然后个子不高。哎呦，10几岁半大的孩子长得都差不多，跑不了，一定是当年美术组那几个坏孩子当中的一个。小璇日记里提到的男朋友，你有印象吗？没有。可能对于画画的人来说，印象都不在脑子里。毕竟，我们都是用手来记忆的人。美术教室里的阳光正好，打在她分明的眉毛、浓密的睫毛上，像童话秘境里草荫上斑驳的树叶。画着画着，她就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。她一定很热爱画。我想代替阳光和雨水，吻上你的披风。你打完球，不管不顾地跑到水龙头下洗脸，充实了每一寸发丝。我们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。我们那个时候美术组是不分年级的，大家都在一块儿画，但那个男孩，我真的没什么印象。那这些名字你有印象吗？都是当年美术组的，有和小璇一样是高一的，
也有跟我一样是高3的，我们现在还经常在一块儿聚会什么的。怎么了？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谢谢你帮我们组织这场同学聚会。毕竟是认识的人，我也想知道真相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留下来？留在这里当美术老师，会埋没你的才华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当警察？我看过你的画，水平远超一个普通的画像师。画家半年不一定卖出一张画，画像师可以按月发工资。我才不信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以你的才华，完全可以去国内一流的美院继续深造，去跟更优秀的艺术家交流。为什么要留在这儿？艺术，纯粹的艺术太难实现了，名利和虚荣很容易让人迷失。我更愿意留在学校，教那些真正热爱艺术的孩子们。你刚才没说实话。是你早就预设好了答案，所以我怎么说都不对。小妹，看着都不太像。在这儿聚会是不是感觉特别亲切啊？当然啊，那是。我们那个时候美术组就躲在这个泳池里边谈天说地，画画涂鸦。对对对。这栋楼可藏着我们曾经的青春呢。喝一个吧。走一个，走一个。师姐，不是说有什么节目吗？什么节目？一个小游戏，考考大家的墨画能力。你们几个帮我把那个画板转过来一下。好。想想我们当初那么熟悉，现在又那么陌生。这些年过去，大家还记得多少当年的人和事儿呢？行啊，师姐，你说怎么玩？我跟。这个箱子里面有一些纸签，都是我写的当年我们美术组成员的一些特征。每人抽一张，抽出来之后就在黑板上画，然后其他人看猜不猜得出来，怎么样？行啊，可以，来。那我先来。行，来吧。他的脸上总是浮着一层油，眼睛像2颗浮在油上的小黑豆。这画试试，这画一直上。这招挺聪明啊，徐老师他自己先画，那来的人就不会起疑心了。后面的纸签里写的都是小学日记里对那个喜欢男孩的外观描述。如果说这里面真的有他喜欢的那个男孩，或者说认识那个男孩的，那对这些描述一定有特殊的反应。这不周子鹏吗？还差一笔才完美。来，写给我。他的精髓啊，在这，我跟你说。精髓了吧？就这样啊，画几笑啊！我怎么感觉这个对你们来说没什么难度啊？确实的，好到位好。那要不然这样，换个玩法。行啊，行。同一张纸条，同一个人，我们一起画，看谁画的更快更好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行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就手痒。好，那来吧。我跟你们讲，肯定是我赢。你上学都没我好。
去。10年没有下过冰雪。清风拂过他的脸，吹起他的头发，露出他高挑的鼻峰，浓密的、长长的睫毛，阳光般的笑容。阴丽分明的眉毛，浓密又帅气，映衬他的脸庞是那么的温柔。嘘。早知道进来这么久，就带点吃的。我有。嘘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像许晨啊？不是，许晨哪有这么时髦的发型？肯定不是。啊？那谁啊？我觉得像王一琦。再不画的话，真的要输了。其他人都是每听到一个描述才添一笔，这过程中有犹豫，还有修改。这说明其他人不知道自己要画的是谁，或者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。只有他，他愣了很久才开始画，但下笔果断，一鼓作气，没有犹豫。那么很可能，他在听到这些描述的时候，就已经知道自己要画的是谁。同一批美术生当中，你的画工是最好的，怎么这回画得最慢了？因为我不确定是谁。下笔有力，情绪饱满，能感觉到他在把自己一直压抑的情绪释放和宣泄。是他吧？要么认识，要么看过日记。安心，你这次把大家叫来，应该不单是为了组织一次聚会吧？不是他找你，是我们要找你。你看过他的日记，对不对？他的日记里写了一个他喜欢的男孩，是你吧？一开始，我也以为他喜欢的人是我。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篮球场上，那天是愚人节，下着雨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后来他经常会看我打球，还会在篮球场外默默为我加油到天黑。他会在美术课的时候偷偷望向我的方向，会在吃饭的时候坐得离我很近。但是在其他地方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话，甚至抬头看我一眼。最开始我以为他是不好意思、害羞，
后来我偷看了他的日记，我才知道他画在桌板上那个背影不是我。所以你就霸凌他。5月3号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最近一直在针对我。我的日记被他翻出来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念我的日记，他笑得那么大声，我真恨不得立刻去死。5月15日，我又被罚跑了。我知道还是因为他，可不知道怎么向老师解释。同学们谁也不会替我作证。5月18日，没想到我的课本里有一只死鸟，我害怕极了。我知道，一定是他。6月5日，在雨天骑车是我最害怕的事儿，可偏偏又遇到他。我摔倒在水里，看着他的背影。不要再读了。这就是你在他日记里的样子。我只是想知道日记里那个人是谁。是谁？不知道。我还特意留意了我们那一届所有男生，没有发现那个人。根据目前的调查，基本可以确定，赵子鹏和田玲与任小璇的死亡都没有直接关系。那么任小璇日记中提供的线索，只剩下那个男孩了。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，找到的所有和任小璇有关的人，都说不知道这个男孩是谁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到了。到了。你就住这儿啊？连个灯都没有。路灯坏了很久了，早习惯了。谢谢。那天是愚人节，下着雨。他在日记里说谎了。
什么意思？有新发现。之前为了确定头骨被更换的时间，我找来了学校保存的优秀美术生的素描练习作业，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小学日记上的日期能对上。你看，这是2011年4月1号的一张水溶石墨铅笔的习作，这是同一天任小璇的日记。田林说那天下雨了，万一他记错了呢？他没有记错。首先，天气的阴晴会影响光线。把这张素描和同一个人在相近日期下画的习作进行比对，就会发现，这张素描的色调明显偏暗。一个优秀的美术生在短短几天内，对同一个素描对象的明暗质感把握，是绝对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的。再者说，湿度对铅笔的着色效果影响很大，在空气湿度大的情况下，素描的色调会偏暗、偏滑腻。这两笔一对照，差异就很明显了。而且我还在网上查了这些日期的天气记录，剩下的这几篇日记记载的天气情况，都和事实不符。还有，这几篇日记的内容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有那个神秘的男孩。这说明日记中跟那个男孩有关的描述，都存在一定的虚构。喂，白骨化遗体的检测手段相对有限，能做的都做了，全在这儿。除了左侧右下方那道疑似刀伤的划痕，骨骼上没有明显的损伤，尸体的腹部、胸部提取到的土壤也没有检测出任何毒理反应，致命的应该就是那道刀伤了。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个是在任小贤的骨盆关节里找到的。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弄错了，以为是施工现场的杂物成分。但经过化验以后，发现是榕树花，而且在任小贤的骨盆关节里有找到不属于施工现场的泥土成分。我将植物残留物沾染的泥土颗粒和遗骨腹部的泥沙做了对比，结果差别很大。那个残留物能在土壤里保存那么久？人类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有生活痕迹的信息。那也就意味着，操场不是第一埋尸现场。榕树花？对。但我们在尸骨的周围并没有发现榕树的痕迹。这些是任小璇遗物里所有的画作，其中好几张都画有榕树。这个唇印我也发现了，但搞不懂是什么意思。形状基本吻合，是任小璇的。看来他是特意擦上口红印上去的。这幅画，这两棵树，对他有很深的情感意义。这上面还有另一个唇印。看见了吗？这个唇印是那个男孩的。拿下。
这个纯艺如果是个男生，是不是有点过于精致了？这张唇放在一个女人的面部构造上更合适。赵子鹏也说，他记得那个人身形并不高大，但任小璇在日记里明确的是用了男他，他自己也说喜欢的是男生，也不是不可能。这个男孩每次出现在日记里的时候，天气都是假的。那为什么描述他的时候，性别就一定是真的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那天我在美术教室里面遇到任小璇，突然闯进来的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我是其中的美术老师徐兰心，我来配合你们查证。你们要怎么调查？只凭头骨真的可以画出生前的样子吗？那画出来的画，我想看看。任小璇，你认识？认识。美术教室里的阳光正好打在她分明的眉毛、浓密的睫毛上。我始终没想到，竟然是他。我更没想到。开始吧。是。是。车队有发现。许兰心，你别冲动啊！这是我之前试着画的任小璇的肖像。4月1号那天下雨，你在篮球场打比赛，他为你加油，但我总觉得自己画的不太好。
你能帮我完成吗？你已经画得很好了。这不是小璇想要的，小璇想要的是你画的他。他发自内心的笑容，没人见过，除了你。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确认一下，紧急救援队到哪儿了？头发剪得不错。你想跟我谈什么？你先过来，我们慢慢聊。行，我过去。我确实有点恐高，咱们能不能坐下聊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第一次相识，就是在这栋大楼。你的这个暗面呀，太平了。你要按照我的这个力量来画。或许从那天起，他就把我当成了他想象中的人。可惜，我让他失望了。你有病啊！我知道，我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。总是被同学排挤，但是我不在乎。可是，并不是每一个被排挤的人都不在乎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公主，长得跟任小璇一样呢。任小璇觉得她就是公主呀，还在做梦呢，真的是给我生气呀！
沈警官，不被人理解的感觉，你应该并不陌生吧？与众不同或许很难被理解，但应该被尊重。可惜那个时候，他们并不这么觉得。我融入不了人群，只能在他们都走了之后，一个人练球。而小璇会在场边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本来只是想安慰他，但没想到，从那天起，我也有了一个陪伴。后来，我也开始寻找机会，去陪伴他。几个月来，我和他距离最近的一次，就是那个雨天。我默默地跟着他走了很久。我希望我的陪伴能让他不再那么孤独。后来小璇转学了。但我们还是会偶尔在那棵榕树下远远的相见。茫茫人海中，平淡无奇的我们，却在彼此的眼里散发着光。我们在榕树下的土层里找到了共计21片衣物残片，上面有大片的血迹残留。还有，你左手中指上那条长长的细纹，应该是把美工刀留下的疤痕吧？既然当时你的手被划伤了，以现在的技术，把你的 DNA 与小璇衣物残片上的血迹进行比对鉴定，不成问题。所以，到底为什么？
我只是一个不喜欢穿裙子、喜欢打篮球、喜欢剪短发的女孩。可这么多年，周围的人总是因为我的外表而误解我、孤立我。我原以为小璇是真正理解我、接受我的人，可没想到，他跟他们一样。那天，我约他在榕树下见面。我想让他看清我，看清真正的我。等很久了吧？小璇，你怎么了？是我，曲兰心。你不是他。是我，你不是他。在榕树下送你糖果的是我，操场上陪你跑步的是我，雨天送你回家的也是我。你不是他，你不是他，真的是我。你别再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你为什么要来跟我说这些？你根本就不明白他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你为什么要亲手毁掉我心里那个人？他是我生命里唯一的美好，你们所有人都不放过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要伤害我？对不起。我以为你可以接受真正的我，我不想再看到你欺骗自己。是我以为我找到了他是我，但是你熄灭了他。很多时候，真相比谎言更残忍。小璇，你干什么？小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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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呀？你等我，我去叫救护车。小璇，小璇，小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要救我心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我要留在这儿。小璇，小璇，小璇，是我错了，小璇，我不该逼你的，是我错。你知道我要怎么办？小璇，小璇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那天死的是我们2个人。任小璇是自杀，
是，也不是。因为这一切，最终是我导致的。小璇需要的只是他幻想中的我，我不该毁掉他。所以，你就把他埋在了那棵榕树下。我也想过报警，但是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件事的后果。可任小璇的头骨为什么会出现在美术教室？上大学后的每一个假期，我都会到榕树底下陪他，直到听说市政要在那里修一条大马路，我就把小璇迁到了离我更近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曲兰心不老实。反正我不相信任小贤是自杀，而他只是隐瞒了尸体。根据现在得到的信息，我们可以确定，任小璇的致死工具是一把美工刀。根据美工刀的大小形状，再结合他们2个人的身高对比，回去何荣月就可以推测出遗体的致命伤的形成过程。10年了，从来没有人听过我和他的故事。谢谢你。或许小璇眼中的我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。嗯。可是，你还没有画出你心中的小璇。我画过了。10年前就画过了。在背面。能帮我个忙吗？
小璇。小璇，小璇。